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爱的人不爱我。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厌世摇头发。我换了一下眼镜，因为我发现我根本用这个后镜头拍摄呢，完全它的显示器亮度太暗了，我根本就不能戴墨镜。虽然戴墨镜比较舒服，所以呢，我只能带回我真正的眼镜。上次呢，是我大病初愈拍的那一集，当然了，还是没有什么，它流量就这样了。我的流量就像逝去的时间不会回来的，永远然后现在呢，我刚刚我现在的心情呢有点忐忑，因为呢，我现在有点惊魂未定。我昨天剪了一部短片，就是我上一部长片，就是在抱怨我们偏乡医疗的种种问题。然后呢，我剪的这部短片呢，它的观看数呢是用标的，可是呢，它的留言数呢也是创下了 YT 还给我 YT 还给我留讯息，官方 YT 的官方还给我留讯息说，我的那部短片呢，在短时间呢取得了最多的反馈、最多的留言数。可是呢，这个留言呢，全部都是在骂我的。我只不过把上部长片的一小部分呢拿出来剪。其实我当然也知道，这种断章取义呢很危险。他们呢，这些没有看过我影片的人呢，他们就从我这个剪的短影音里面呢去知晓，就是断章取义啦。其实这很危险，我有可能因为那个翻红，可是呢，我不要。这跟自尊或者是什么道德底线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那一部短片也消音了，然后呢，跟我那部长影片一样就把它消音，当然还是会冒犯很多人。我担心的呢，不是冒犯他们，而是说我激起了他们最黑暗的那一面。一旦被激起来的时候呢，就没戏可唱了吧？因为我一开始，我想看我频道的人也知道，我一开始就是反那些一直乱删别人留言，还有封锁留言者的那些中国 YouTuber。所以呢，我刚上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刚刚要从家里出门，我要上短片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有点疙瘩了，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后来呢，我去吃完早午餐之后呢，我一打开手机，哦，不得了，把我骂得多难听哎！来，我有截图，来看我左边，
还是右边、左边？反正我就放在另一边上。有一个留言者呢，甚至他连他们这些留言者只有一个取向，他们就是在骂我。然后另外一个最严重的呢，他不止骂我，他也骂我母亲。然后呢，他们都没有讲到医护什么的，根本就不，他们就觉得永远是我的不对。然后其中一位呢，他就是骂了我还有我母亲哦。他说我母亲呢没有做好这个，就是他养老的那种机制啦，就是他没有那个。我现在心情很乱，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录这一集。然后现在又开始海边在飘雨，有阳光，有蓝天，但在飘雨。我上次在 Net 呢，发现这一顶超级便宜的帽子。我在想，这有可能会是我最后一次拍片了吗？我倒不是说怕他们那些人，那些留言怎么样，他们讲好吧，我还是把它讲完。其中一个呢，就是说他认为我会去弑亲。怎么我一讲弑亲这2个字，我的3轴稳定器马上晕倒什么意思啊？他居然说我会去弑亲，然后又责怪我妈妈，他没有做好 backup， 不是那个怎么讲？他就是没有做好他的那个背后的。他养老的那些机制嘛，他都没有去顾虑嘛，然后让我们这些晚辈，然后又遭受这样的。可是他好像站在我的立场，又好像不是。他连我也骂啦，他说我回去弑亲啊，说我很不努力呀，我应该去努力工作赚钱。哇，他们这些正义道德的警察，哇，他们无限高他们在暗的位置就可以把自己摆在一个无限高的位置我本来就很丢敌，我要不要去淌这个浑水？我说做 YT 的这个浑水，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啦，这也几乎是快我第10支片了。我之前也说过呢，这是我就是拍10部片，如果没有成绩啊，没有什么更好的那种信仰，我培育出来的兴趣都可以。反正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既然我居然。你可以想象那些账号都是一些，就是他们没有照片，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流水账号。那是这样讲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没有在制作影片，他们就是在自己成立一个账号，然后就在 YT 上看影片，然后看到不爽的就骂一番，这样无可厚非啊。因为我也是。我一开始就觉得
这些中国 YouTuber 就是没有这种雅量去学习这种自由民主社会的平台。你敢发言，你就要接受批评指教。所以啦，对，最后呢，我不想删他们留言，那我也不想看到那些留言，那我也觉得我不需要靠那些东西去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把那短片删掉了。我后来刚刚又看了一下手机呢，他们我把那部短片删掉了。他们毕竟是那种啦，就是以前我做服务业我们讲的过路客啦，就是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呢进来一下，然后可能试穿一下衣服，或者是说询问一下价钱，或者是做其他的服务，然后询问一下，可能有的可能就给你小赚一下，或者是说有的呢他就是走了又去逛别家店。所以呢我的频道呢，他们并没有再到我的频道上留言。我知道我现在拍这个他们也不会看到啦，他们就是我知道那种，我也曾经有过啊，就是说我在 YT 上走马看花啊，这边捞了一下捞了啊，这边看看那边溜溜，这很正常啊。反正他们也不会再到我的频道上来了，只要我不再剪出那么劲爆的短片。因为上一支长片呢，我就有说了，因为那个有开头嘛，不像这个是我刚刚解释过了，是断章取义。我上一遍的一开头我就说，你不要给我太多意见，除非你真正有待过这种偏向医疗的地方，你享受。我说的享受是那种享受，就是嘲讽的意思啦。说你有真正的被这样被对待过，你才有资格再来跟我讲话，而不是你逛了一个小短片，你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哦脾气暴躁，然后呢精神不稳定，然后最严重呢他会失亲。我的老天儿啊！而且他们那一段话的它的发源处呢，其实它已经是2-3年前我妈在另外一场病的那种她的遭遇了。就是她为什么我跟她走了那么多好几家医院，连台北的医院都有。为什么就我那一家医院，那个护士就很肯定的，他就是刚开完刀，他就一定要我要帮他换尿布。我听得出来他的预想，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护士会帮，大部分的护士都会帮。要不然呢，他也会询问你说你要不要找看护，如果你不方便的话，而不是这么粗暴的说，来，我叫你换尿布。然后对，其中呢还有一个留言，
请看这里，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 key 耶，我连这个我都懒得 key 了。他是说，他是说呢，小时候我妈妈就帮我换尿布，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帮她换尿布？我真的是按耐，我差点按耐不住哎。我假设你是一个女的好了，小时候你爸帮你洗澡，那你长大了以后，你可以帮他洗啊，洗到他几岁？这不是就听起来就是这情绪发言嘛？你根本就是你不懂那种亲情的羁绊吗？还有那种身体的自主权吗？你不知道吗？这就是人权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当时呢，我妈她也不喜欢。他非常的排斥他的儿子帮他换尿布，他非常排斥。他可以选，他不要。这样讲，你懂了吧？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概括？说什么他小时候帮我换过尿布，我现在也可以帮他？你是在轻视我的母亲吗？还是在轻视我们的关系？怎么可以这样子就随便解释就可以过了呢？所以啊，我也不想跟这些留言者吵，因为有点我一开始所说的，我激起了他们最黑暗的那一面。他们应该是。他们好像一乍看那个影片呢，觉得哇，我可以做一个正义感，我可以做一个好有正义感的路人，我可以做一个道德无限上纲的道德魔人。结果呢，你们根本就是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而已啊！你们就是。你们等一下睡一下起来，就觉得说，我刚刚做了什么？另外呢，因为我其中在好像是第7部片的时候呢，我有剪出我在抽烟的影片一小段呐，我也有打出标语、警语，说。吸烟有害健康。你现在看到的我呢，已经戒烟1个礼拜了，今天已经是第8天或第9天了。因为那时候医生不理我的血压，我只好自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吸烟会让血压飙高。不稳定，所以呢，我就干脆就把它戒了吧。然后呢，这个 YT 呢，其实呢，它的运作都是机器人，都是 AI。比如说，你拍了一部短片，然后比平常的成绩好，然后呢，他就会跳出一个方格说：“赶快再拍片。”好像在哄3岁小孩一样。我知道很多人很大部分的创作者会吃这一套，因为大部分的创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彷徨的啊，因为99%的创作者都是失败的，所以
大部分的人都会吃 YT 这一套啊，就说哦，他叫我做短片耶，其实那只是 AI 啊，那只是机器人。然后或者是说哦，会跳出来说你太棒了，这是你的第50支片，你的第50支影片，赶快制作下一部影片吧。到底是我是3岁小孩，是他是3岁小孩？所以啊，我就觉得说，其实做 YT 要有成就感很难呢，而且我也知道为什么99%的人都失败啊，因为真的很难，非常难。像昨天泰国的严东西呢，他也发了一部片，他们有一些，他决定要变成周更，因为他之前发的影片也是有点乱，然后有点不准时，然后也是被粉丝们建议啊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呢，我是觉得啦，这一行真的啊，比我想象中的难非常多。这个为什么会比较适合年轻人啊？对，我既然是在最后一集了，我一定要谈谈老高。我觉得，因为可以比较对应的就是老高嘛，可以比较对应的就是老高嘛，他的年纪，然后，可是老高很厚脸皮耶，人家说他抄袭，他还在那边想要蒙混过关，说不是抄袭。他明明就是抄袭呀！你想想看，他那么多的内容都是去道听途说来的，然后他的原创呢非常的低，可是他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对啦，我们是可以说我们看不起他啦，我们怎么样啊？是啊，哇，这样子。对了，我们是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看不起他怎么样啊？是啊，我是看不起他啊，那就没有，我没有看过什么，我没有曾经把他的一集节目完整看过哎，我有看过九妹去访问他的时候，好几年前。九妹去日本去访问他的时候，那一集我反而有看过，我反而从头看到尾，因为我跟他比，我比较喜欢九妹啊，而且九妹是台湾人啊，他是中国人，而且中国的人的那种很可怕，他们就是半路杀出重围啊！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智慧财产权啊！老高，我慢慢的念给你听：智慧财产权。你拍了那么多的生物，拍了那么多的星河的什么星河，宇宙的奥秘，但你却不了解智慧财产权。你却不了解智慧财产权，你不觉得这很吊诡吗？就北七啊，什么？然后呢，这样的人还赚了大笔的金钱，然后呢，在 YT 上呢为虎作位。那句话怎么讲？不是为虎作位吧？反正我是没有什么心的啦，我今天就是随便拍一拍，然后字幕随便上一上，然后呢，我就
我就回到我2-3个月前的样子吧。虽然我买了很多的设备，不管，我就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生活了。我受够了这种 YT 上的尔虞我诈啦，还有那种过路客的观光心态啦，然后 YT 的傲慢呐。我为什么说他傲慢？因为你觉得给新的创作者那一些我刚刚讲的3岁小孩的那些，那个叫什么？那几乎可以说是长辈图嘞。哦，你好棒哦，你好棒哦！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早安，我的妈！我也不是第一次抨击 YT 了啦。然后呢 ，YT 呢就还不是在那边，因为他们是 AI 啊，他们都没有痛觉。对了，他们就是没有痛觉啊，他们没有新的痛觉啊，他们也没有真实的像人一样的痛觉啊，所以他们也不反驳我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涨潮还是怎么样？现在浪比较大，又变小了啦。谢谢我这个23位订阅者。我就诚实公布我的数据吧。我这23位订阅者呢，有超过一半呢都是看我的短影音加我订阅的，所以呢，看我长影片加我订阅的人呢屈指可数。然后谢谢红茶，还有住在南部的另外一位，你们2位的留言呢，都让我有一些启发。虽然结束了，我不难过啦。我觉得什么事都要试嘛，因为至少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没有受到威胁或干嘛的，我还是好好的活在这里。然后我念了好多次的娜娜口的那个开头语，娜娜口都不理我哎，娜娜口，我在家，我在这里，我要抵家，理我一下嘛。我没有要蹭啊，我要下台一鞠躬了。我希望我下次再来海边呢，我就是能够欣赏这里，我就是单纯的欣赏这里的美景，单纯欣赏海浪的声音，不要用这种超难用的3轴稳定器。还要架这个麦克风，我每次用这个麦克风哦，我都忘记。我上次我还从海边海边离开了呢，我到那个便利商店呢，我都还架在这里。我知道他们有在看我，我后来才想说他们为什么在看我？哦，麦克风。啊。我最近呢在追这个
陪审团，蛮好笑的。我知道他们团队蛮好玩的啊，他们的性别上有点混乱，他们的性别认知呢有点混乱，比我还混乱嘛。然后沈呢，最近呢整形了，真的是变好美哦。可是我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那个勇气，我不知道，我应该是没有，因为我已经，我应该快沈的1倍年龄了。所以呢，我那时候没有去整，我现在也不可能去整，因为从20年前呢。我的朋友一看到我就说眼袋，好像我那个眼袋是我的错一样哎。那怎么会是我的错啊？我就是因为，据我的了解呢，眼袋就是大部分是遗传，如果你很早发生的话，那就是遗传。当然也有是因为你操劳过度，或者是。就是玩的熊笑嘛，有关系啦。然后臀呢，臀很搞笑哎，臀非常的搞笑。我想到他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在台北一票朋友呢，好像不搞笑会很不舒服一样，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搞笑。其实那也是我们身为同志的一种抒发管道吧，而且我们很会搞笑，我知道。后来我才发现，我以为臀是只有跟他们在。我以为臀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呢，抱歉想不起你的名字。臀跟另外一个女生呢，我以为臀是在那个什么，她每年1度的那种相亲节目中呢，就是过年时候播的那个特别节目呢，我以为她只出现在那边。后来最近我在追，我才发现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这个团队里面的。也是因为他们有在一起拍片，所以才叫陪审团。我今天看了他们的1年10万的 Q&A 啊，我才知道为什么要叫陪审团。因为沈是主角嘛，然后臀呢跟另外一位女生呢，他们就是陪他吃吃喝喝，去吃播一些好吃的小吃，当然也有难吃的，沈自己都承认了。他说吃到难吃的他会难过一整天。啊，谢谢大家的收看。我还是按照往例呢转一圈，大家可以发现杨柳台风的威力。你看我正后方的这个呢，虽然也带有点绿意，可是它已经是大部分是黄色枯黄的。也可以看到呢，之前比较美丽的海滩呢，现在有被台风吹出来很多的垃圾。完蛋，他现在完全不听我指控，不听我遥控了。拜拜。
不管，我要重拍一次。刚刚完全不受控，又来。我不管我的帽子这样戴对不对，反正这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会戴这种类似西班牙的帽子。我也不知道我戴起来怎么样。然后天气好像又变好了，刚刚在下雨。谢谢咯，大家再见，拜拜。